你敢相信水草缸居然真的被我做出来了，而且呢，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。哇！事情是这样的，因为前几天在网上刷到了各种各样的水草缸，真的是太好看了。作为半个养鱼博主的我呢，所以呢，我打算自己也动手做一个。就光买这些材料啊，整整花了我400-500。哎，养鱼什么都好，就是太烧钱了。不过也还好，像水草泥倒是不贵，现在就已经全部都放进鱼缸了。然后呢，咱们再来找几块比较好看的石头放在鱼缸里面。跟大家讲啊，像这些石头也是要花钱买的呀。所以这每一块石头呢都是有含金量的呀。咱们现在先放到鱼缸里面，像摆造型的话，咱们直接摆一个自己喜欢好看的就可以了。摆好了，再来往鱼缸里面放点水，让整个鱼缸都能湿透的这种感觉，然后再来可以种水草了。这些水草呢，我也是买了4-5个品种，就这个长得跟海苔一样的，就叫做垂类慕斯，而且呢种植也很简单，我们只需要给它贴在石头上，不掉下来就可以了。哇！现在已经完成了1/3，还剩那么多水草，那咱们直接加速前进。哎呀，看看这效果，就感觉有点像热带雨林了啊！水草种植好之后啊，然后再往鱼缸里面放上干净的纯净水，这一段过程有点长，咱们直接加速前进吧。天哪，看看放完水之后，真的是立马就有氛围感了。哎，现在终于已经做的差不多了，这一共下来了就已经花了2-3个小时了。然后现在就已经到了最后一步，就是安装硬件环节。OK， 现在先把过滤器材给安装上。看看啊，已经可以了。现在这边过滤器材就已经启动了。现在呢，这个水就是循环的了。再来安装2氧化碳瓶，先把迷蒙酸跟小苏打全部都放在一起，这样的话就能产生2氧化碳。再来把阀门的出气量给它调小一点，像这样，哎，就非常好了。另外，我还买了一棵长在水面上的植物，这个就是水杨梅。因为养这个就根本不需要什么技术啊，所以呢，作为小白的我就立马买了一棵，整整花了1个多小时，终于把这一个水草缸给它整理好了。最后再来给大家看看效果。千万不要把手放这儿，你看，然后一分钟，敢不敢再养只蓝环章鱼？赶紧开箱！自从上次我把蓝环章鱼给养死了，就有很多人在评论区说我是第2个海洋之灾。为了证明只是个意外，所以这次我又整了一只蓝环章鱼回来了，而且这一只的状态还非常的活跃。别看这只章鱼一点也不大呀，其实呢它的毒性一点也不小，一滴毒液就能让26个成年人瞬间嗝屁啊！所以现在我一个月端个手多少的人。来，我们先给它倒出来，看一看它的庐山真面目啊！那你们看，我感觉这只蓝环章鱼跟我上次买的好像不是一个品种，但是碰一下也同样都会发光。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要赶紧给它放进鱼缸。刚到了新的环境，就先让它好好适应一下，而且盖子也要给它盖起来，避免它越狱。喏，我就说吧，这家伙不一会儿功夫就已经吸在鱼缸上，等到明天再来看看它又躲在哪。但我万万没想到，第2天就领盒饭了。哎，我就搞不明白了，这蓝环章鱼有那么难养吗？这下都整得我都没有信心了。学长，你都养死2只蓝环章鱼了，我劝你还是别养了。我刚刚又收了一条，别急嘛，明天就到。挑战养100桶鱼，上期就有很多小伙伴都推荐让我养一种名叫珍珠马甲的鱼，听说这种鱼巨好养，而且还特别好看。但是我这里的鱼缸都已经满了，所以只能重新开一个新鱼缸。这个就是之前的1.0版本，我打算再弄一个2.0版本的。那么这边也出一期开缸教程，居然是水草缸。首先第一个要放的就是水草泥，像水草泥的话放正深度就可以了，不要放特别多，因为这个都是要钱的呀。再来挑几根沉木放到鱼缸里面，并且还要摆出好看的造型。我来摆弄一下，像这个样子就非常完美了。最关键的一步来了，就是开始种水草了。不过种水草之前呢，一定要把水草泥给它打湿一下。之前我就囤了很多水草，今天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，想拿多少就拿多少，真的太方便了。这次我就选了几款颜色比较红的水草，不过绿色的也有。种水草也特别简单，只需要轻轻的这么一按就种好了。就是这种的水草有点多，咱们直接加速前进。除了鱼缸里面要种水草，在鱼缸的外面也要种点新鲜的植物啊！就像这种不用水都能养活的植物，真的特别适合我。整整花了1个多小时，终于把水草种好了。现在咱们再来欣赏一下7天后的样子，看到没？哇塞，这变化也真的太大了吧！之前鱼缸的水还有一点浑浊，但现在的水啊，完全是清澈许多了。赶紧把鱼放进去，如果嘎了，这不得哭死。不得不说啊，这珍珠马甲鱼在水里面是真的好看。这一次啊，我必须得好好记录一下。这已经是挑战养100种鱼系列中养的第4种鱼了。大家还想看我养什么鱼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我是真不敢相信，养鱼要买那么多装备。以前我一直认为啊，养鱼只需要有一个鱼缸就行了。哎，直到今天我才发现这个想法是错误的。之前也听大家说，养这种雷龙鱼啊，最起码要配一个养鱼灯，这样的话颜色才更好看一些。
所以呢买了。光有灯可不行，养鱼的关键就是要水质保持清澈，所以呢一定要有一套过滤系统，所以呢过滤器也买了。有了这个，以后的水就能保持清澈了。但是呢，养鱼的水温也是非常关键的，所以呢，我又去买了一根加热棒。哎呀，这真的是忙里忙外，终于把这些设备啊全部都安装好了。不过现在新的问题又来了，这个盖子已经盖不上了。哎，不过聪明的我总是有办法的，先把线条给它画上，再来拿到外面去给它处理一下。看到没，这样的效果是不是好多了？咱们现在就拿回去试一下。看来我的切割技术还是不错的，这个盖子啊不大也不小啊，真的是刚刚好，避免雷龙鱼从这个缝隙里面跳出来，所以呢就往里面塞一点棉花。好，咱们再来看看效果。喂，不是，你看就看嘛，为啥流口水呢？我靠！这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我的白金猛鱼只剩一半了，它的尾巴呢？事情的起因是我前几天收了一条大铅笔鱼，然后当时就把它养在这个大鱼缸里面。可就在当天的晚上，意外的事情就发生了。这应该是刚刚发生的事情啊！还好我赶回来的及时，但是现在也没得用了，这条鱼已经是抢救不过来了。这我看都不用看。这就是这条黄化铅笔鱼干的，我才给它放下去几个小时而已，它就把我这条白金猛鱼给干了。我真的是，哎呀，我拿它没办法。现在这白金猛鱼，你看它还是活的，这肯定是刚刚发生的事情。现在也只好先把这条鱼捞出来，并且这条鱼当时我也花了1000多个馒头给它收回来的。可现在这条白金猛鱼已经咬成这样子了，真的有点心痛啊！而且它现在坚强的活着，但是呢，我看得出来它真的非常的痛苦。这个没得办法了，暂时只能先给它放到冰箱里面养起来。如果再这么让它嚣张下去，这可不是办法。所以我连夜又收了一条可以镇压黄化铅笔的鱼，而且还是飞机运过来的。你们猜这到底是条什么鱼吧？除了巨捕蛇鱼，到底还有哪些鱼都有其他特效？正好今天就拿我养的这些鱼来测试一下。这次除了小金鱼以外，我还特意准备了泥鳅用来投喂。当然了，也有不少粉丝建议让我投喂火龙果，所以呢，这个也必须安排一个。既然东西都已经到齐了，那咱们直接开始测试。首先第一个登场的就是泥鳅，这个是所有猛鱼的最爱。不过我也发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些泥鳅被吃掉之后，好像没有任何反应，就算是红龙鱼吃了，也没有任何击杀特效。从目前的局面来看，我感觉这个泥鳅想看到击杀特效是没希望了。那咱就直接换成小金鱼进行测试。至于巨捕蛇鱼，我就不用多说了吧。但是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鳄鱼上去了也有这样的效果。再来给这条小红龙也投喂一条试试，按道理来说应该也能做到扩鳃的这个动作。来，我就说吧，我们再来看看这条魔神鱼又会有怎样的表现。哎，漂亮！但是我发现它的鳃盖好像没有喷出红色的液体，而旁边这个鱼缸里面养的猛鱼都太小了，所以呢，这个就直接跳过。好，咱们再来投喂火龙果，这就要麻烦小助理去帮我把车上的火龙果给拿过来一下。学长，你啥时候又换新车了？哪有，这是我在瓜子29车上买的21款特斯拉 Model 3，才花了9万9，比新车便宜了13万多，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在瓜子买二手车很划算，而且瓜子每台车都有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还能先试开3天，放心买就行。现在去瓜子搜车好省，你也能9万9买特斯拉。好，那我也去试试。现在火龙果也有了，不过就是大了点。首先咱们要把它切成小块，终于全部都切完了，手都给我染红了，我觉得这个一定行。先来给这条大魔神鱼测试一下。过去就是一口，而且你们仔细看看，果然投喂火龙果的确是有击杀特效的呀，虽然不是很大，但已经有就不错了。不过我还是建议大家不要投喂这些水果，毕竟它们都是吃肉的嘛。但是有些鱼啊，吃些水果也是没问题的，像我这些吉罗鱼就吃的特别棒，只不过就是没有击杀特效。总结一下，目前我这里有击杀特效的鱼一共有鳄血鳝、巨捕蛇鱼，还有这条小红龙。当然，这条魔神鱼吃火龙果的那个片段也可以算进去。也许是我这里养的猛鱼都太小了，所以呢，这击杀特效并不明显。所以呢，以后我打算弄一个巨物缸，以后用来养超大个体的猛鱼，到时候咱们一起来期待一下。